一个靠厅吃饭、严重缺水的村子，恰逢今年干旱，饮用水却只能花高价钱从山下购买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用水难的问题，村里生产队长牵头发动村民誓要和天地斗，进入从未有人踏入过的天坑，以此寻找水源。这里是恩施宣恩县小涡轮村。恩施水资源丰富，但是由于这里处于喀斯特地貌，地表水流入地下水流在岩缝和溶洞里形成地下河，流入海拔低的地方。像小涡轮村这样海拔高的村中，普遍存在缺水问题。小涡轮村生产队队长全来平今年已经60多岁，年轻时做过村长。为了让生产队30多户村民彻底解决用水难的问题，老队长带领几位胆大的村民，在村里一处天坑找到了一股水流，并用建筑钢管搭建了一个楼梯，进入天坑修建蓄水池，放入水泵抽水上来供村民饮用。可惜水流太小，想要蓄满这一次水可能要10来天，半个月时间远远不够。最终找到了这处水源，但是呢非常的艰辛，仅靠这里水量是远远不够的。这里的地势复杂，最终发育形成了2个天窗，一处被当地人称为大天坑，另外一处被称之为小天坑。2个天坑之间相隔仅100米距离。小天坑是一个垂直竖井，需要专用的装备才能下入其中寻找水源。能用自己的一点技能给别人带来帮助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这种极个复杂的洞穴一再吸引着我进去一探究竟，却发现它里面是什么样。看耗子钻狗洞。这边是一个大竖井，水流大的时候经常在这里冲刷下去。这就是前他所说的那个小天坑，他们需要我们下去找水的那个天坑。丢个石头下去试一下深浅。这下大概70、80米的深度。现在我们在岩壁上打2个点进行下降。这树枝在这里有点胖，想把它直接推下去呢，也推不下去。好，现在已经下到坑口的一半的高度了，往下还有大概40多米的一个高度可以到底下看一下。底下只能看到耗子，旁边还有一块木头，这木头是不是阴沉木啊？太小了，不是阴沉木。阴沉木一般都很结实，像石头一样坚硬的那种。现在往洞道的右侧去看一下，这个小洞钻进去之后，看上去像是一个洞道，能感觉到有点风，就不知道人来还能不能通过了。比较狭窄啊，让耗子去开下线。耗子退回来了，看来此路不通。返回来，我们沿着主洞道继续探秘。连耗子这么瘦的人都感觉被卡住，要是再碰一点，钻都钻不进去了。这钻洞还是挺艰辛的，脏兮兮的。从这边小洞道钻过去，前面看上去空间变大了一点。咦，那前面好像有什么骨头？看这左手边这里有堆骨头，这是蝙蝠的还是人的？哎，不对，不是蝙蝠。这里咋这么多骨头呢？可能是一只什么动物的。不管它吧，我们继续探秘，继续给村民找水。下来之后，洞道1分为2了，右侧一个，左侧一个。我们先去探秘右侧的这个。右侧的这里有一个大竖井，这里需要用绳子才能下去了。这里的石头都是微石，就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塌方的那种石头。丢个石头下去试一下。咚，大概20、30米的一个深度，在上面打了个锚点进行下降。现在耗子打了第2个锚点进行转换。
好，现在我也准备开始往下下了。下面的这个高度看上去不深啊，从上面下来是一堆滚石、乱石坡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侧洞，跑上去看一下，兴许这里还能继续下来。哎，对，从上面下来之后，底下是一处淤泥潭，水量大的时候，这里是一个蓄水池，然后到这里就没路了，我们返回上来，继续向前方探秘。好，咱们进去看一下。哇，真干呀！哇，眼前的空间陡然增大了。看这个大洞桥。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个竖井，需要用绳子才能下去。现在耗子先下去探一下路。好，我也跟着下来了。这段的高度比上段的还高，下来之后呢，底下是一堆淤泥潭，也是干涸了，没有水了。再往前方走一段，像是有个断崖。哦，原来不是，可以直接通过。走着走着，这里的土非常的干燥，尘土飞扬来形容这里一点都不为过。这个洞真大呀，还挺深的。又遇到了一个大竖井，得用绳子才能下去了。咦，好像不深啊，哟，25米左右吧。先探下旁边的这个干洞。哇，太干了，这里。耗子还在前面，哎，看来它坏了，前面已经到底了。太窄了，但是这里还挺暖和的，一点都不冷。刚刚那个竖井我们打点下来了，这分为2段，中间还有一段转换点。看这个竖井都被大水冲洗的光光滑滑、平平整整。哇塞，太好玩了！这个洞也干净，到目前为止。旁边的这里就像个天生桥，这是一个大的小水坑。看这个耗子在这里刨什么？考古了，看到一块化石。考古，考古发掘。什么啊？我看一下。哇！我被他欺骗了。继续往里面探索。转一段。嘿嘿。哇，风很大这里。眼镜戴着没事。我靠！嘿嘿嘿！我这最重了。哇！咦？
从这个小洞钻过来之后，这里的空间变大了。你说，如果不钻过来，哪会发现这么大的空间？那水也找不到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探秘。钻过来了，看一下，这个洞太小了，钻得我腰都抽筋了。这个头盔刚好卡在我的头上过来，再高点都过不来，太难钻了。这应该是我钻过的最小的洞了。从这里钻过来，看这边的空间又大了很多，感觉前面有水，有水流声。这边还可以继续往下呀。先过来这边下游看一下，下面有河水。咦，有河水，这还有地下河，需要用绳子喽。我们把安全带脱下来，系在一起，拴在石头上，然后吊在安全带上面下去。诶，你看下面有水，这是在洞里面找到的第一处水源。从上面下来之后，这前方就像一个墓穴一样，我们沿着墓穴前进。这难以相信啊，居然这么的平整。看一下啊，这个水，哇，好清澈，比村民修的那个水坝大多了。这里没什么风，还挺奇怪的。有地下河应该有风才对呀。我们继续往里面钻，感觉快到头了。前面是条死路，水应该是从这个石头缝里面流出来的，但是呢，被这个石头给堵住了。前面钻不过去了，全是这种乱石头，卡死的。被这个乱石给堵住了，全都是乱石。走回去吧，继续探下游。哇，好累。这边的洞都是这种塌方的石头，小心你别把这个衣服给刮住了。这些石头都不稳定，这个石头塌下去真不好讲。看，又要钻狗洞。咱们顺着这个地下河道继续探索下游，看看能不能发现洞穴鱼。如果能发现洞穴鱼，那就完美了。看这个悠长的洞道，哇塞，这边洞道变大了，很大。这个不知道通到哪里。好，继续前进。哎，耗子在前面发现了什么？原来是根骨头。哇，快有我的手的大臂那么粗了，估计是根人骨。继续往前走，不管它。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地下河了，这水非常的清澈呀。但是这个水流不大，我们继续往前面探寻，看还有没有更大的。按道理来讲的话，越往前走，水流越大才对。看这里右边应该是一处水流的汇集处，这里也是。越往前，所以这个水流就越大。看这里，也在汇集水流，所以地下河就是这样，越往前水流汇集的越多，水流也是越来越大。越往里越不好走啊，又要钻狗洞了，继续下吧。哇塞，这里变得很窄。
一点都不好钻，要失身了。这里有个水潭，感觉这个水潭可能要失身了，但是呢不想失身啊，怎么办？准备从上面穿过来。哇，差一点就掉下去，继续往前。哇，这个真要失身了，这个大水潭，这个必须要游泳了。前面能不能过？前面有一个小的竖井，扔个石头下去看看，看这个竖井有多深。哇塞，不深，大概30来米。再扔一个，刚刚不是有声音吗？和刚才的深度差不多，30米左右。这个水潭不能再继续往前了，不往前探索了，这里下去肯定还要带装备。我们这次先返回，地下河算是找到了，咱们这次也算顺利给村民找到了水。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水给取上去，这就要看村民能不能想到办法了。这个水流还是挺大的，咱们这次就先探索到此，然后以后如果村民有需要我们再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再继续过来帮忙。先返回了，返回喽，期待第2次的探索。好，返回了。这小洞要不是我爬进来了，这个水就找不到了。有时候真巧，就这么一个小洞，把这个地下河给沟开了。所以探洞一定要探到底，每一个小洞都要钻。因为有这个方，所以我能判断出来这里是有方的，所以它是通的。这是我钻过的最小的狗洞，来看一下，只有1卡长，人正好钻过来，估计碰脸都钻不过去了。看能不能把它刨大一点，我把下面的沙子给它刨开，冲过来的一些碎石头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这个身子要熟行才能钻过来。耗子钻过来了，看一下，看这个洞多小呀，钻得我腰都快抽筋了。这个头盔正好刚过来，再高点我都过不来了。哇塞，太考了！如果村民来取水的话，还再把它给刨大一点，不然装备都运不过去。抽水泵都是很长的闹钟。你想孙悟空500年是怎么过去的？太憋屈了。过去之后又是一番天地，干过来了，终于。就这个狗洞把地下河给沟开了，不爬过去就找不到地下河。有时候大自然太奇怪了。走，返回。现在耗子准备往上爬了，耗子上去之后我再爬，我收尾。看平时我们就是这么爬的，好多粉丝讲我们在上去的时候是怎么上呀？其实就这样上的，难如登天，难如登天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这里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下次收看，拜拜。